and if you buy return, that's the cheapest. Because he's younger than 5, so he's free. He just wants to ride. 爱丁堡的市区轻轨上，车长在车厢内来回验票，解决乘客疑问。这位华人车长是来自台湾的周长志。2023年进到轻轨公司，每天的工作就是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制造麻烦的年轻人，或者是醉汉，这个真的是一个稍微比较大的冲击。因为以前不管再怎么样，我碰到我可以躲，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躲，就是因为而且我是代表公司形象的第一线，我必须要去处理这样子的问题。周长志原来的工作是在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实验室当研究员，只是后来眼睛出现问题，难以辨识显微镜下的生物细节，被迫离开研究单位。从封闭的学术环境到现在得面对人群，周长志感受到了这才是真实世界。在车上有遇过最严重的，就他会对你吐口水或丢石头，就昨天啊。但是因为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，所以他们都就是 miss target， 就是他们没有真的弄到我。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，我每天在我办公室里面看到的风景、风土民情跟景色都是不一样的。那而且就是根据我的外科医生告诉我，就是说其实对我的视力稍微有一点点帮助，因为我不再是一直盯着仪器，一直盯着电脑。周长志13年前赴英国念书，认识了现在的先生。两人结婚后选在爱丁堡定居，就是因为苏格兰开阔的生活环境更胜英格兰。文化冲击一开始的时候是不跟我的苏格兰人去吃饭的时候，然后就说，对，这牛排很好吃，可是没有蔬菜。然后他们说 ，Yes, there's vegetable. I said, Where is it? Chips, chips. Chips, potato chips， 然后对他们来讲一定是蔬菜。我说 ，Well, it's starch, it's not vegetable。爱丁堡住久了，周长志为了更融入当地文化，为自己定做一套苏格兰传统服饰。采访当天穿着出门，身上的每个细节都代表着不同的意涵。那它是从以前打猎的猎装去演变过来的。那么前面的这个叫 Sporen， 其实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让裙子不要飞起来。那它这个上面的纹路，有些家族它比较大的家族，它有家徽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会是家徽。Sporen 除了压住裙子，也有装饰功能，多数用动物皮毛制成，也彰显家族的身份。有400多年历史的苏格兰裙，重点其实是在格纹的呈现。那我这个格纹的话是苏格兰的骄傲，古典骄傲格纹，它的颜色跟它的格子的细度跟宽度会不一样，然后它的搭配，比如说像这个是蓝色底，然后配上绿色的条纹跟紫色的背景，还有白色的条纹。像甚至有一些比较庞大的家族，像麦当劳家族，他们自己家族的格纹可能就好几十个。最早的苏格兰服是一整块长方形的羊毛毯，披挂在身上，用腰带绑住后，下半身就成了裙子。古代行军打仗，解开就能当成毯子盖，相当方便。而且一定得穿长袜，超长鞋带得缠绕脚踝几圈才绑得起来。这也是特别的鞋子，而且它下面是有钉板的，因为就是从以前的军装演变过来的服饰，很响，咔啦咔啦。对对对，那其实就是以前跟风笛一样，是一个武器，欺敌的武器。而且听说穿苏格兰裙里面不能穿内裤。对，但是我还是都有穿，因为非常不习惯。穿着苏格兰裙走上街头，对周长志而言早就习以为常。他还说，当地人对东方人穿苏格兰裙并不认为突兀，反而会给予赞赏和鼓励。
而自己刚到苏格兰时，对当地人的英文腔调花了好长一段时间适应，但这里的文化融合力让他活得更自在。在台湾，很多人很执着所谓的口音或你的发音标不标准，可是其实在这里根本就没有这一回事，因为你的口音跟你的腔调，代表这是你自己的文化。从苏格兰到英格兰，甚至到威尔士，大家的发音都不一样。在爱丁堡落地生根，周长志从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人生转变。他认为这是上帝为他开的门，就像他身上苏格兰裙格纹的意义，要为自己的跨文化感到骄傲。